You'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. If we change it, you'll know how.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. Once you let it change.大家好，欢迎到比较 Shop。最近看 Uniqlo 久违的释出全新的联名系列，那这一次是 Uniqlo 跟 Frizo 的全新春夏联名。这个 Frizo 联名系列的话，就是大家熟悉的过往在2022年4年前左右 ，Uniqlo 有推出第一次跟 Marni 联名系列，那时候设计还蛮印象深刻，就是色彩路线很缤纷啊，印花也很多样，独特的设计风格。当时 Marni 的创意总监就是这位 Francesco Rizzo， 也就是这一次新推出的这个 Frizo 联名的创意总监。他在去年离开 Marni， 那在2026接任 GU 的创意总监，所以基本上就进入了 Uniqlo 的体系啊。在最近终于释出 Uniqlo Frizo 的全新春夏联名系列，整体设计风格跟之前 Marni 的感觉是蛮类似的，同样是这种色彩缤纷啊、印花很多样的这种设计路线。今天就在这支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享这一次全新的 Frizo 联名有释出怎样的单品，那有哪几款比较有趣的，待会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分析跟介绍。好，那就今天转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全欧 TT。OK， 今天搭配的酒是松弛感 Burberry 风衣混搭。首先裤装的部分，春夏季最近的裤装首选，我都是选择之前影片介绍 Uniqlo C 所推出的这款特级亚麻的锥形裤。内搭 T 恤则是之前影片介绍今年 Uniqlo 所释出最完美的这一件 box 版型的短版 T， 最近又多入手了2件，所以如果在找适合自己身形的素 T 的话，那这一款绝对是最推荐。在皮靴的部分，今天搭配这款非常厉害，这一款是 Louis Vuitton Square Toe Lace Up Boots， 也就是过去 Louis Vuitton 所推出的这种很独特的方头式的皮靴设计。这双的方头设计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很有独特的设计感。那在搭配中既低调又可以显露出个性的一个独特设计。这一双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再用一部影片跟大家完整介绍，非常漂亮的一款设计。最后风衣的部分就是今天混搭重点，今天搭配这款非常厉害，也非常有趣。这件是市场上非常少见的 Burberry Reversible Loose Fit Jacket， 是双面式的设计。那待会再跟大家完整介绍另外一侧的设计。首先，我们看它主体的设计，整体设计非常低调，不像是过往 Burberry 经典的那种 beige 卡其色调或者是深蓝色调设计，它是正黑色调。Burberry 风衣中相较很少见的正黑色调的这种黑色系的风衣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轮廓设计，基本上以这件的话，官方尺码是 large， 以我的身形，平常 Uniqlo 都穿 XL， 这件的话就是宽松 loose fit 的 size 感，本身设计就是偏 oversize， 同时它这一款是 Burberry London 日本制时期的设计，所以衣长设计拿捏的非常理想，是符合我们亚洲人身形的设计。这件的话，衣长在我的膝盖上缘，所以穿起来视觉效果来说非常好看，很利落自然，那也不会显腿短那种感觉。在这一件是有做肩线设计，不过它是采用自然的 loose fit 的这种落肩感，很自然的垂坠下来，但是在视觉效果来说就非常自然好看。我很喜欢它这一件整体的这种松弛美感，非常漂亮。穿起来非常轻盈，很凉爽舒服的这种春季外套。面料部分非常滑顺舒服，很亲肤凉爽舒适。最近的天气室内使用的话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。纽扣部分它是采用标准的4扣设计，都是选用 Burberry London 高质感的刻印纽扣，摸起来非常扎实质感。它是双面式的设计，所以内侧的部分一样也有多做了这4颗的纽扣。袖口的部分它是有做双扣调节，那内侧那边同样也有纽扣固定片的部分，它是双面共用的设计，它在这边有做一个贯通式的设计。你如果要用黑色这一面的话，又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然后这样扣起来就好。相反的
你如果要用内侧的话，就是把它穿进去，用另外一侧。待会再给大家看看。正面口袋部分，双侧采用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式的设计，口袋的位置也非常舒适，很符合人体工学。那同时它设计的也很深，我很喜欢这件松弛的美感。那再加上它插口袋的感觉，非常好看。很自然的宽松感，那这种设计就是很符合近代的流行趋势，同时也比较不挑身形。另外，它这件跟往常的 Burberry 风衣还有一个独特点，就是在于它的领型设计选择的非常漂亮。注意看它的领型设计是选用有点法式工装的那种圆弧领的设计。如果喜欢法式工装的话，应该都会注意到，大概过去1940年代以前的话，比较多这种法式圆弧领的设计。之前也有介绍过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法式圆弧领。首先，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扣起来的情况下，有没有看到脖子完全不会紧绷，保留很大的移动空间？那同时扣起来，在领型的部分呈现这种很漂亮的圆弧领的设计。这种独特的圆弧领的设计，就跟往常的 Burberry 风衣感觉是非常不一样。只要扣一颗，整个呈现的感觉就很不一样。这部分是这一件很独特的一个设计 detail， 那跟其他的版型款式都不太一样。它是采用长扣式的设计，只有第一颗领扣是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平常搭配的话，你可以像这样扣个3颗，整体视觉效果呈现低调优美的设计感。日常搭配的话，扣第3颗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插个口袋，这样子就非常好看。另外这一件还有一个独特 detail， 就是它是双面式设计，所以内侧是这个漂亮的 Nova Check， 我们在日常搭配也可以显露出来。推荐袖子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卷个半折，不用卷太大，小小的半折，这样子露出它的内侧的 Nova Check 纹就非常好看。当然，你想要高调一点的话，卷大折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自己是推荐卷个这样子半折，露出一点点就好。这样子你看，插个口袋是不是视觉效果？远远一看，哦，它这一件是 Burberry 的设计。你稍微想让别人知道，哎，这一件是 Burberry 的风衣，那又想要多一点玩味感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卷袖。同时，你也可以视情况看你要不要立。它立领之后，因为它的领子设计也蛮挺的，立领之后你可以就这样插个口袋，刚好都可以露出 Nova Check 纹，这样子就是一个稍微有一点显露品牌风格，可是不会过于高调的一个设计。毕竟这个 Nova Check 纹是非常经典的设计啊，都已经花了一定的预算入手这种比较漂亮的 Burberry 风衣，偶尔还是要让别人知道这一件是 Burberry 的款式的话，那就是这样低调的穿搭路线。我自己是很推荐这一件的话，就是卷袖就好，维持它漂亮的法式圆弧领。那这时候再扣上第3颗扣，这样子移动中不自觉侧边露出这个 Nova Check 纹，还有袖子的这种细节，这样子别人就可以感受到是 Burberry 的风衣，可是又不会过于高调，不会像平常的那个经典卡其色调那么明显。依照你当天的穿搭心情来做变化，你可以卷袖、立领，或者是穿正面，或者是穿背面。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背面的感觉。好，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有没有完全不一样，而且非常高调的感觉？所以你如果当天的穿搭路线想要有一点浮夸一点，想要高调一点的感觉的话，这时候也很推荐像今天的这样搭配风格。你内侧尽量就统一暗色调、黑色系的组合，搭起来的平衡感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反面的细节也做得非常到位。一般 reversible jacket 的话，有时候其实就只是让你可以双面混搭而已，不会这么重视细节。像这件的话，背面完全看不到它的 logo 标签，logo 标签它直接藏在右侧口袋内侧。所以它的这个 Burberry London 的刺绣标还有那个洗标全部都在右侧口袋。同时，我们刚刚讲的纽扣固定的挡片的话，你可以从内侧把它推出来。你看内侧推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自然的扣起来。背面同样也有4扣设计，
所以这样子扣一颗，然后插个口袋，稍微有点翻领，自然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感觉就可以依照你的穿搭风格做变化。Novacek 这一面的话，它双侧口袋是做这种纽扣口袋的设计，容量非常大。如果是这一侧的话，你也可以穿的比较街头一点做变化。所以这部分就是依照你的风格来做变化。那你如果喜欢低调的话，那我们就穿正面就好了。非常有趣的一款设计，跟大家做分享。最后饰品的部分，今天同样也是搭配90年代 Seiko Dolce， 那搭配一些其他的银饰做点缀。近期也会陆续上架一些我整理好的银饰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。好，那今天整体搭配就是这样。这款的布料材质的话，基本上春季、秋冬季应该都可以正常使用。夏季的话，就是室内冷气房很推荐这样子罩着混搭，一下穿正面，一下穿背面，玩起来也非常有趣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简单介绍今天搭配，那马上进入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 Uniqlo Frizzle 第一次推出的这个2026春夏联名系列有试出怎样的单品。裤装部分大部分都是短裤，我个人是没有很有兴趣。至于它的衬衫是还蛮多变，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它这次推出的衬衫的部分。首先，男装牛津宽版衬衫，颜色推出 Black跟 Natural， 整体版型设计做得非常宽大，主要是它的胸宽设计的特别大，从尺寸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，L size 胸宽平量是76公分，非常宽大舒适的设计啊。因为它的衣长比较长，而且版型设计也不是 box 版型，所以比较不适合把它直接放出来。所以推荐你如果要用这件搭配的话，就是卷袖扎裤来做混搭。尺寸来说，基本上都很宽松啦，以我的身形大概 S 尺寸就可以了。售价1290。再来男装印花衬衫，印花衬衫它这次推出了很多款，那我觉得相对低调而且实搭的会是这一款 Grey 的色调 ，Yellow 的黄色调，我觉得太有挑战性了。这款的话就是比较典型开襟衫的版型，算是 Box 开襟衫的路线，就是可以放出来做搭配。以我的身形的话，大概就是 L size， 可以穿出自然宽松的感觉。售价1290元。再来男装牛津宽版衬衫，基本上版型设计跟刚刚第一款设计一模一样，不过它是有做印花式的设计，颜色推出 Yellow 跟 Blue 这种印花的感觉啊，其实我个人蛮推荐，就是搭配米白裤来做混搭。基本上以米白裤做基底，你上身多花都没有关系，尽量在其他部分搭配的干净一点，淡色系的拖鞋、凉鞋或是 loafer 应该会比较自然好看。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是 Blue 的色调比较自然好看。那一样，你如果要用这一件混搭，就是要扎裤来做混搭会比较好看。售价1290元。下一件是男装印花衬衫，这一款的花纹就比较难驾驭，颜色推出 Red 跟 Blue 两件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 Blue 的色调是相对稍微好驾驭一点。同样，你下半身尽量是用素色干净一点的搭配，像黑色系的组合或者是米白色调组合，应该就比较好做混搭。这一款是1290元。低调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条纹衬衫比较自然啦。男装条纹衬衫颜色推出 Grey 跟 Pink 这两个色系就相对自然好做混搭。售价同样是1290元。最后比较有趣的是这一款男装 Supima Cotton 宽版 T 恤，穿起来应该蛮有设计感。如果你这一次想要挑一款比较有这种 Frizzle 联名的风格，又不想要太浮夸、太难做驾驭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要挑一款就是这一件，应该是蛮好做搭配，也可以穿出个人风格。颜色推出 Black、Natural、Brown 跟 Blue。Black 跟 Natural 我觉得都还蛮实搭的。那当然最实搭的就是黑色调，黑色系搭配你自己目前拥有的这种黑色系的宽裤、balloon pants 或者是锥形裤之类都很好做驾驭。不过缺点大概就是以台湾天气，夏季应该是比较难做混搭。再来是秋冬季搭配会比较合适啦。售价是590元。
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今天就快速跟大家分享全新 Uniqlo Frizzle 联名有释出怎样的单品。如果你平常已经穿腻了这种素色系的搭配，你想要在春夏季多一点色调上的变化，想要彩度更高，这几款 T 恤、衬衫都还蛮好做变化的。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同时，今天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我近期入手非常有趣的这一款 Burberry Reversible 双面式的春季风衣，整体风格非常宽松舒适，版型设计非常漂亮，独特的法式圆弧领的设计。当然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双面式的设计，所以入手一件就等于入手2件外套的感觉。那你如果想要玩一点变化感的话，就穿反面就 OK。这部分是很有趣的一款，那也是市场上少见的一款单品，跟大家做分享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这一型穿搭影片或是国贸剧的话，再不要打发生跟频道，并且开小铃铛。那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，也可以follow一下。还有10部虾皮卖场进取的商新品，有兴趣的可以观望。我是 Rock， 我们下次见。